我把当朝摄政王用玄铁链锁在地下室，当成人行解药用了整整半个月。毒解后，我大发慈悲甩给他10万2分手费，准备放他走。结果一上楼，我那2个早就被我死盾抛弃的前夫武林盟主和当朝首辅正提着剑在我客栈大堂里争到底谁才是大房。更要命的是，地下室传来了子门被轰碎的巨响。不久前，你若敢碰姑，姑定要你好看。幽暗的水牢里，摄政王被比手臂粗的玄铁链死死锁成了个大字，他眼底淬着骇人的杀意。偏偏那张清冷禁欲的俊脸，因为毒发染着一抹极其勾人的薄红。我不顾他仿佛要将我活剐了的目光，直接上手，撕拉一声撕开了他那身价值连城的暗纹锦袍，宽肩窄腰，壁垒分明。真是绝品啊！省点力气吧。我随手抄起一块抹布，堵住他还要放狠话的嘴。进了我这又是黑心医馆又是客栈的地下室，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没办法，谁让我前几天去黑市买药时不小心着了道，中了极其下作的奇毒。要是不找个纯阳之体的男人双休半个月，我就会当场暴毙。而眼前这个主动送上门来求医，被我以防止蛊毒发作伤人为由，名正言顺锁起来的活阎王，刚好就是绝佳的人形解药。至于他这一口一个姑，动不动要诛人9族的害人身份，呵，我可是个为了搞钱，连死盾都玩过2次的绝世神医。只要本钱捞够，大不了爽完半个月再死盾一次，谁还管他清醒后要怎么发疯？别叫了，我一巴掌拍在他结实的胸膛上。大夫眼里没有男女，只有病患。再说了，你现在这副样子，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敢来这地下室救你。他眼底的屈辱和不可置信简直快要溢出来了。我俯下身，贴着他的耳边吐气如兰。公子，你需要我替你拔出蛊毒，而我刚好需要你当一下人形解药，这叫完美的互惠互利，医患共赢，懂吗？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只要他狂化蛊发作，就像头濒死的绝望野兽。这时候他哪里还有半点要诛我9族的嚣张？等他清醒时，他面色铁青地看着我穿戴整齐，眼神如果能杀人，我已经死了千百回了。林半夏，你简直不知廉耻！他咬牙切齿，手腕因为挣扎勒出了一道道刺眼的红痕，配上他那张清冷禁欲的俊脸，简直让人更想狠狠欺负他。我充耳不闻，端起一碗大补汤，捏着他的鼻子灌下去。省点力气吧你，这汤可是加了100年人参的，我都没问你额外要钱。就在这种诡异又和谐的双修拔毒疗程下，半个月终于熬过去了。今天我体内的情花毒彻底解除，甚至连内力都精进了几分，而他体内的狂化蛊也被我顺手清理得干干净净。我神清气爽地将银针一根根收回药箱，看着石榻上闭目养神的男人，哪怕被我折腾了半个月，他身上那股高不可攀的贵气依然没有折损半分，反而多了一丝颓废的凌虐美。我干咳一声，拿出算盘噼里啪啦一顿敲。公子，你的蛊毒我已经彻底拔除了。这段时间的诊疗费、床位费、玄铁链磨损费，加上我的体力消耗费，一共10万2白银。看在你配合的还算不错的份上，零头给你抹了，给钱我就放你走。男人缓缓睁开眼，死寂般的黑眸死死盯住我，他冷笑一声：林半夏，姑是当朝摄政王消毒，你可知囚禁折辱，才捕当朝摄政王，该当何罪？我敲算盘的手一顿，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你是摄政王，那我还是当朝太后呢。这年头没钱付账的男人我都见多了，装皇亲国戚逃单的倒是头一个。没钱付账是吧？那就继续在这儿锁着吧。什么时候你家里人拿10万两来赎人，你再跟我摆摄政王的谱。说罢，我毫不留情地转身走出了水牢。砰的一声，厚重的玄铁门被我死死锁上，将男人阴沉到极点的怒吼隔绝在地下。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心情大好的顺着密道走回客栈大堂。重获新生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今天高低得让厨房炖个佛跳墙补补。结果我刚走到楼梯口，客栈的伙计顺子就屁滚尿流的从大门外滚了进来。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要出人命了！顺子连滚带爬的扑到我脚边，吓得脸色惨白。我柳眉一竖，慌什么？天塌下来有钱顶着，怎么有人吃霸王餐？不是啊，掌柜的，外面来了个提着剑的杀神，一剑就把咱客栈门前的石狮子劈成了齑粉。他说他要把咱们山庄夷为平地。我一阵肉痛。什么？那可是我花500两银子买的极品汉白玉石狮，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顺子猛咽了一口唾沫。小人不知道他叫什么，但这杀神长得跟你那个死了3年的相公长一模一样啊！死了3年的相公，武林盟主霍灵，他怎么找来的？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霍灵，他怎么可能找得到我？3年前，我为了赚取神医谷的判门违约金，接下了武林盟主霍灵的求医榜。他中了西域奇毒，我费了9牛2虎之力，甚至不惜跟他假成亲，以要人之血做引子，才把他从鬼门关拽回来。拿到那1万2黄金的枕金后，我深知这位杀伐果断的盟主占有欲极强，绝对不可能放我这个救命恩人兼妻子离开。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十分敬业地在他面前上演了一出被仇家追杀、坠落万丈悬崖的凄美绝命戏码。我明明坠崖坠得很完美啊，
连带血的绣花鞋，我都特意留了一只在崖边悬挂着。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顺子稳住，你去后厨通知大家，不管前面听到什么动静，谁也不许出来。我揉了揉脸，顺势把头发扯乱了几分，又摸出一块丝帕蒙在眼睛上，这才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装出一副若柳扶风的瞎子模样往大堂走。我刚走到大堂屏风后，一股极其霸道凌厉的剑气就扑面而来，直接削掉了我手边的一盆发财树。林半夏，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仿佛是从地狱深处爬出来的恶鬼，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和压抑了3年的疯狂。我透过丝帕的缝隙偷偷瞄了一眼，哪怕3年不见，霍林依然俊美的让人腿软。他穿着一身玄色劲装，身形高大挺拔，手里提着他那把名震江湖的破阵重剑。只是此刻他双眼猩红，眼底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死死地盯着我。我心里疯狂打鼓，面上却装出一脸茫然，伸出手在半空中虚弱地摸索。这位客官，您在叫谁？小女子姓西门，名翠花。3年前在一场火中熏坏了眼睛，如今是个半瞎的寡妇。客官可是要住店？空气死一般寂静，下一秒砰的一声巨响，我面前那张价值上百两的紫檀木柜台被他一掌拍成了齑粉，木屑飞溅中，他一把扯掉我蒙在眼睛上的丝帕，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捏住我的下巴，逼迫我抬头直视他。西门翠花，半瞎的寡妇。霍林怒极反笑，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你为了躲我，连自己是个寡妇这种瞎话都编得出来，我是死在悬崖底下了吗？他的手劲大得吓人，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眼泪生理性的飙了出来。客官，你认错人了，非礼亚杀人了！我开始剧烈挣扎，企图蒙混过关。认错人？霍林猛地收紧手臂，将我狠狠撞进他坚硬如铁的怀里。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贴着我的鼻尖。3年前，你为了给我解毒，背部左侧蝴蝶骨上留下了一道2寸长的刀疤，你左腰窝处有一颗红痣。你每次撒谎的时候，左手的大拇指都会不自觉地抠食指的指甲。我左手猛地一僵，赶紧把手藏到背后。靠，这男人是变态吗？观察得这么仔细。这3年，我在那个断崖底下找了你整整3个月，我徒手挖遍了每一寸泥土，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找到。后来我才知道崖底是一条暗河。林半夏，你好狠的心，把我的命救回来，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地狱里。他紧紧抱着我，力道大的几乎要勒断我的肋骨，我被他勒得喘不过气，心里却拔凉拔凉的。完蛋了，这种编织狂武夫最难搞了。霍盟主，当年我也是有苦衷的，仇家追杀太紧，我怕连累你才出此下策。我苟活在这江南水乡，每天都在为你祈福啊！闭嘴！霍林根本不吃我这套，他冷笑一声：“你天天为我祈福，祈福到在这儿开了个江南最大的温泉山庄。我刚刚进来的时候，还听说你养了好几个清秀的面首。”我心里咯噔一下，暗骂哪个嘴碎的伙计败坏我名声。那明明是我招的跑堂小二，长得好看点怎么了？就在这时，我脚下的青石板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震动，哗啦啦，是很轻微的金属锁链碰撞的声音，从地下室的方向传来，我头皮瞬间炸开了。完了，地下室那个被我用板砖拍晕锁了半个月，刚刚被我勒索了10万两白银的摄政王萧铎还在下面。以霍林这绝顶的内功，如果他凝神去听，绝对能发现地下室里藏着一个男人。要是让霍林知道我这半个月不仅没守活寡，还天天在地下室里吃大餐，他绝对会一剑把我劈成2半。霍林，你别生气了。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一把捂住他的嘴。我错了还不行吗？这3年我确实每天都在想你。这山庄里除了我，连只公围子都没有。霍林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搞得一愣，眼神瞬间暗了几分。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想我？好，那我们现在就上去，让我好好查查你到底有多想我。说着，他直接将重剑往后背一收，弯下腰，一把将我像扛麻袋一样扛在了宽阔的肩膀上，大步流星的就要往楼上的上房走。放我下来！霍林，你个莽夫，天还没黑呢！我吓得魂飞魄散，在他背上疯狂扑腾。要是真被他扛上去，我这刚被秦花绕和摄政王榨干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武林盟主的折腾？就在霍林刚刚踏上楼梯第1级台阶的瞬间，客栈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极其粗暴地推开了，一股带着淡淡名贵药香的冷风灌入大堂。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了一辆由2匹纯白汗血宝马拉着的极其奢华的马车，数十名穿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顶级内卫，如同鬼魅般将整个温泉山庄围了个水泄不通。大门中央，一个穿着月白色云纹锦袍的男人正坐在一把紫檀木雕花的轮椅上，他手里捂着一块素白的手帕，眼唇轻轻咳嗽着。他的容貌极其清俊雅致，宛如谪仙，只是肤色透着一股常年不见天日的病态苍白，眼角处还带着一抹妖冶的微红。我趴在霍林的肩膀上，看清门外那人的瞬间，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逆流了。首府大人燕青瓷，我的第2任被死断的前夫，他怎么也来了？他不是有先天性心疾，常年卧病在京城吗？当年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用冰火幽莲稳住他的心脉，然后在一场大火中烧得只剩一把灰，才成功脱身的。
燕青瓷坐在轮椅上，缓缓放下可写的手帕，他抬起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目光如阴冷的毒蛇般缓缓扫过霍林，最后极其精准地定格在趴在霍林肩膀上衣衫凌乱的我身上。他突然极其温柔地笑了一下。夏夏，燕青瓷的声音温润如玉，却字字诛心。3年不见，你就是这么在别的男人怀里给我这个亡夫守寡的？亡夫？霍林扛着我的动作猛地一僵，他缓缓转过身，居高临下地盯着坐在轮椅上的燕青瓷。看清对方的面容后，霍林那双猩红的眼里瞬间掀起惊涛骇浪。当朝首辅燕青瓷，他一把将我从肩膀上扯下来，却死死护在身后。你堂堂内阁首辅，不在京城养你的心急，跑到江南来发什么疯？还有你刚才叫他什么？完了，彻底完了。3年前我假死骗了霍林，拿着钱去京城快活。2年前我阴差阳错又接了内阁首辅燕青瓷的单子，用一株罕见的冰火幽莲稳住了他娘胎里带出来的心疾。燕青瓷这人看着温润如玉，髌骨之离，实际上切开全是黑的。他仗着自己病弱，天天对我茶言茶语，硬生生逼着我跟他拜了堂。后来我看他病好的差不多了，又实在受不了他那种变态的控制欲，于是1年前，我趁着首府府走水，十分熟练地把一具烧焦的女尸放在了主院，再次卷铺盖死炖。谁能想到，今天这文武双煞居然在我这温泉山庄的大堂里成功会师了。燕青瓷看着被霍林护在身后的我，苍白的唇角勾起一抹极其凉薄的笑意。霍盟主耳朵不好使吗？我叫他亡妻。燕青瓷慢条斯理地拿出一张泛黄的婚书。1年前，林半夏与我在京城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满朝文武皆可作证。倒是霍盟主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当朝首辅的夫人，该当何罪？放屁！霍林怒吼一声，一阵重剑猛地杵在地上。3年前他就和我拜过堂了，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就算论资排辈，你燕青瓷也只能算个做小的。我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做小？堂堂内阁首辅给你做小？霍林，你这张嘴是真敢说。果然，燕青瓷嘴角的笑意瞬间消失了，他微微眯起眼，语气轻柔却透着致命的危险。做小？霍盟主怕是忘了大楚的律法。3年前他既然在你那里死了，那你们的婚书便自动作废。如今她只是我燕青瓷名正言顺的妻子。来人，把夫人请过来。话音刚落，他身后的10几名飞鱼服内卫整齐划一地拔出绣春刀，森冷的刀光照亮了整个大堂。我看谁敢动他！霍林一把将我拽进怀里，浑身真气暴涨，宛如一尊杀神。燕青瓷，你真以为老子这武林盟主是吃素的？今天谁敢上前一步，老子让他血溅当场！客栈大堂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我夹在中间，左边是武力值爆表的暴怒前夫，右边是权势滔天的腹黑前夫，两股威压把我挤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别打！我知道要是再装死，我这刚花重金装修的豪华客栈今天就得变成废墟。我猛地挣脱霍林的怀抱，扑通一声跪坐在2人中间，硬生生挤出2滴绝望的眼泪，开始了我毕生最高超的端水表演。霍林青瓷，你们别为了我伤了和气。我仰着头，声泪俱下。其实我失忆了。2人同时一愣，我声情并茂地开始胡编乱造。3年前我坠落悬崖，九死一生，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摔坏了脑子，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我流落京城，快饿死的时候，是燕大人收留了我，我感激他的恩情，才答应嫁给他。青瓷，1年前那场大火，我被横梁砸中了脑袋，又把在京城的事给忘了。我迷迷糊糊逃到江南，靠着本能开了这家山庄。我真的不知道我竟然结了2次婚，我命好苦。燕青瓷看着我，她轻轻转动着拇指上的白玉扳指。哦，失忆了。那夏夏刚才怎么一听霍盟主提起悬崖就吓得要跑呢？我一噎，这死绿茶脑子转得太快了。霍林显然更好骗一点，他看着我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眼底闪过一丝心疼和懊悔，上前一步就要拉我。夏夏是我不好，当年没保护好你，才让你吃了这么多苦。你跟我回武林盟，我保证以后没人敢欺负你。霍林，你别碰他，他如今受不得惊吓，必须跟我回京城静养。燕青瓷，你是不是想死？霍林彻底暴怒，重剑猛地挥出，剑气直接将燕青瓷面前的桌子劈成了2半，眼看2人就要彻底撕破脸开打，我吓得抱住脑袋，正准备钻到柜台底下去躲躲，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极其沉闷，仿佛地动山摇的巨响从客栈的地下深处轰然炸裂。霍林和燕青瓷同时停下了动作，2人皆是顶尖高手，瞬间察觉到了脚底传来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内力。霍林眉头一皱，将我护在身后，警惕地盯着楼梯下方通往地下室的暗门。燕青瓷也收敛了神色，抬手示意内卫戒备。我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冻结。完了，那道价值万金，号称连火药都炸不开的玄田被轰开来。什么动静？没什么。我拼命摆手，可能是温泉的地下管道炸了。对，地热，
江南这地方就是地热丰富，你们赶紧走吧，太危险了。然而迟了，伴随着哗啦哗啦极其沉重而规律的金属拖拽声，暗门被一只修长苍白、骨节分明的手猛地推开。那只手的手腕上赫然还挂着半截被硬生生扯断的玄铁锁链，锁链下方勒出了一圈极其暧昧刺眼的红痕。紧接着，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从阴暗的楼梯口缓缓走了上来。他身上那件原本华贵的月白色云纹锦袍，此刻凌乱不堪，领口大敞，隐约可见胸膛上那些让人浮想联翩的抓痕和齿印。他那一头如瀑的墨发随意披散着，俊美如神奇的面容上笼罩着一层骇人的戾气。那一双狭长的丹凤眼带着毁天灭地的杀意和屈辱。在看清大堂内的情况后，极其精准地锁定在了我的身上。大堂内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这股如同实质般的上位者威压震慑住了。燕青瓷的瞳孔猛地一缩，原本坐在轮椅上的他，双手死死扣住扶手，脸色比纸还白。霍灵也愣住了，握着重剑的手青筋暴起。那个如同从地狱欲海中爬出来的男人，拖着半截玄铁链，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抖成筛子的我，薄唇扯出一个残忍至极的冷笑，声音低沉沙哑，却如惊雷般在所有人的耳边炸响。林半夏，你睡了姑半个月，只给10万两银子就想打发姑？你当姑这当朝摄政王是街边的亲眷人吗？当朝摄政王，这5个字如同5道天雷，接连不断地劈在我的天灵盖上。大堂里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了。燕青瓷原本苍白的脸庞，此刻更是没有了一丝血色。他死死盯着那张俊美无愁却阴沉至极的脸，视线缓缓扫过男人脖颈上那些根本遮掩不住的暧昧红痕，以及手腕上那节极其扎眼的玄铁链。作为大楚内阁首辅，他怎么可能认不出眼前这尊杀神？哐当一声，燕青瓷推开了身旁想要搀扶的那位，拖着病弱的身躯，竟硬生生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强忍着眼底翻涌的震惊与嫉妒，掀开衣摆，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微臣燕青瓷，不知摄政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请殿下恕罪。随着首辅大人的下跪，周围那一圈飞鱼服内卫立刻如同推倒的骨牌一般，齐刷刷地跪倒了一片。哗啦，霍灵手里那把饮血无数的破阵重剑，在这一刻竟然也脱手砸在了青石板上。他作为武林盟主，自然不用像朝廷官员那样行3跪9叩的大礼，但他那双鲜红的眼睛却瞪得像铜铃一样，死死盯着萧铎领口深处。霍灵指着萧铎，手指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林半夏，你这半个月到底在地下室里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欲哭无泪。我能说我把他当成了人形解毒丸，360度无死角的用了半个月吗？我双腿一软，直接吧唧一下瘫坐在地上，恨不得当场挖个地洞把自己活埋了。萧铎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燕青瓷，也没有看暴怒边缘的霍灵，他拖着那半截玄铁链，每走一步，铁链摩擦地面的声音就仿佛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脏上。他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怎么不说话了？萧铎微微弯腰，修长冰冷的手指猛地捏住我的下巴。刚才在地下室，你拿算盘敲诈姑的时候，不是挺能说会祖的吗？殿下，我吓得结结巴巴，大脑疯狂运转，试图狡辩。民女那是为了给您解毒啊！狂化谷凶险异常，民女那是为了大局着想，牺牲小我成全殿下。好一个牺牲小我！萧铎怒极反笑，声音却越来越轻，危险到了极点。姑被你用手臂粗的玄铁链锁在地下室里，四肢呈大字状绑着。姑毒发时，你为了省事，往姑嘴里塞抹布；姑清醒时，你以不配合就涨价为由，强行对姑上下其手。林半夏，你这治病的手法，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至啊！此言一出，大堂里瞬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倒吸凉气声。跪在地上的飞鱼服内卫们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耳朵割了。听到了摄政王这种级别的惊天桃色秘辛，他们还能活过今晚吗？林半夏，霍灵终于爆发了，直接一掌拍碎了旁边的柱子。你跟我说你在这个破山庄里守活寡，你跟我说你失忆了，你失忆了还不忘把野男人绑在地下室里，日日寻欢作乐。我没有，不是野男人，是病患，那是病患！我崩溃的大喊：闭嘴！这次是燕青瓷出的声，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头，那双总是温润如玉的眼眸，此刻阴冷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萧铎捏着我下巴的手，一字一顿地说道：殿下千金之躯，既然毒已解，自然该速速回京主持大局。至于内子，他生性顽劣，冒犯了殿下，微臣自会带回京城严加管教，就不劳殿下费心了。不愧是首辅大人，这顶内子的帽子扣的真是行云流水，直接把这件惊世骇俗的强占摄政王事件降级成了内人不懂事惹的祸。萧铎听到内子2字，眼神瞬间冷凝成冰。内子燕首辅，大楚律例欺君罔上者诛9族。他刚才还说自己是个寡妇，怎么燕首辅这是急着给自己招魂呢？接着萧铎又瞥了一眼旁边已经处于暴走边缘的霍灵，嗤笑一声：武林盟主，大楚的王土之上，何时轮到一个江湖草莽来抢姑的阶下囚了？萧铎的手指缓缓从我的下巴滑落，指尖极其暧昧又极具威胁性的停在我的咽喉处，只要他稍微一用力，就能拧断我的脖子。林半夏，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
姑现在就以谋逆大罪将你立马杀掉。第二，我小二，我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欲，扯着嗓子嚎道：很好。第二，跟姑回东宫去诏狱里，把这半个月你施加在姑身上的治疗，1000倍100倍的还清。不行，做梦！霍林和燕青瓷异口同声地吼了出来。霍林猛地抓起地上的重剑，毫不畏惧地指着萧朵：摄政王又如何？我霍林的女人，今天谁也带不走，大不了一死，老子今天就血洗了这山庄。燕青瓷也缓缓站直了身体，她剧烈地咳嗽了2声，擦去嘴角的血迹，笑容极其诡异。殿下权倾朝野，但微臣也不是泥捏的。夏夏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若是殿下强行夺人夺妻，明日朝堂之上，那御史台的唾沫星子，怕是也能把摄政王府淹了。3个处于金字塔最顶端的男人，彻底撕破了脸皮。大堂内狂暴的真气、阴冷的内力，以及摄政王那令人窒息的上位者威压，疯狂的碰撞交织在一起。屋顶的瓦片开始扑簌簌的往下掉，四周的门窗在真气的激荡下，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你们别打了！我被夹在这恐怖的修罗场正中心，感受着3股极其霸道的力量在我头顶上疯狂摩擦。我本来就刚解了秦花绕的毒，身子虚弱得很，这半个月又在地下室里夜夜操劳，刚才更是经受了被3个债主同时抓包的极致精神折磨。此时此刻，面对着随时可能把我撕成碎片的3个疯批，我的心跳得像肋骨一样快，眼前的画面开始疯狂摇晃。太累了，毁灭吧，赶紧的！我两眼一翻，往旁边一栽，彻底晕死过去。晕倒前第1秒，我隐约听到3声几乎刺破耳膜的惊恐怒吼，同时朝着我扑了过来。半夏，夏，林半夏！我醒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因为我一睁眼，床榻边就齐刷刷地杵着3尊仿佛要吃人的活阎王。霍灵抱着他的重剑，像一尊煞神般立在床左侧。燕青瓷坐在轮椅上，靠着床头的右侧，苍白的手指漫不经心地转着佛珠。而那位刚从地下室被放出来的当朝摄政王萧铎，则大马金刀地坐在正对面的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刚沏好的御前龙井，目光如刀子般一下下地刮着我的脸。3股极其恐怖的内力在并不宽敞的卧房里暗中较劲，连床帐上的流苏都被震得无风自动。而在这个恐怖修罗场的正中央，跪着一个瑟瑟发抖、快要口吐白沫的镇上老郎中。我极其虚弱地咳了2声，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死寂。我是不是快死了？听到我出声，3人齐刷刷地将目光如同探照灯般打在我身上。大夫，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好端端的会突然晕过去？是不是3年前摔牙留下的内伤发作了？燕青瓷虽然没说话，但转动佛珠的手指猛地顿住，眼底也划过一丝隐忧。老郎中擦了擦额头黄豆大的冷汗，绝望地看了看这3个一看就能诛他9族的大佬，扑通一声磕了个响头，颤巍巍地开口了：回3位爷的话，这位夫人没有内伤，她只是什么？说。他只是用力过度，加之急火攻心，这才绝了过去。只要卧床静养数日，便无大碍啊！老郎中的话音刚落，整个卧房瞬间陷入了比坟墓还要可怕的死寂。老天爷，你还是现在就降下一道天雷把我劈死吧！这老大夫怎么什么实话都往外吐露啊？我这不要脸的人生还要不要维持了？燕青瓷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怒极反笑，手中的那串紫檀木佛珠啪的一声被他硬生生捏碎，木屑从指缝间簌簌落下。他转头死死盯着萧铎，眼神阴毒的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霍林的反应更直接，他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一把攥住我的背角，双眼红得滴血。林半夏，你竟然为了他！够了！萧铎站起身，高大的阴影瞬间将我笼罩，他眼底翻涌着浓浓的暴力，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既然死不了，那就别在床上装。来人，把这女人给姑绑了，立刻押送回京，打入东宫地下水牢。姑要让她把这半个月欠姑的一笔一笔的还过来。门外的飞鱼服内卫立刻就要往里冲，我看谁敢！霍灵铮的一声拔出重剑，挡在我的床前。燕青瓷也同时抬手，手斧斧的暗卫如鬼魅般从窗外翻入，将床榻护得死死的。殿下，微臣说过，这是微臣的内子。燕青瓷咳出一口血丝，谁也带不走他。眼看这3个疯批又要为了我这个亏空的破破烂烂的身体大打出手，我深吸了一口气，知道自己不能再苟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装可怜是没用的，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都给我住手！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掀开被子，从枕头底下极其利索地抽出了一本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册子。3个男人的动作同时一顿，齐齐看向我手里的东西。我清了清嗓子，翻开册子的第1页，用字正腔圆、极具感情的声音大声朗读起来：大楚历天成4年3月初5，无名氏，纯阳之体，身中狂化蛊，事业蛊毒发作，该病患被铁链锁于地下室，狂躁异常。未解蛊毒，本神医亲自下场解救，经本神医耐心调教2个时辰，方才渐入佳境。特嘱：该病患腰部敏感，一掐便会。林半夏，你给姑闭嘴！
京本神医耐心调教2个时辰，方才渐入佳境。特主，该病患腰部敏感，一掐便会。林半夏，你给姑闭嘴！萧铎原本冷酷如冰的脸庞，在此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猪肝色。他怒吼一声，不顾一切地朝我扑过来，伸手就要抢我手里的册子。霍林和燕青瓷也是满脸见鬼的表情，两人甚至都忘了拦他。别过来！我眼疾手快地把册子往胸口一捂，顺手从旁边拔出一根进了毒的银针。这上面可是涂了剧毒，你敢抢，咱俩今天就同归于尽！嘿嘿。萧铎硬生生地停在床前，胸膛剧烈起伏，那双丹凤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你这个女人，你竟敢将姑的……我理直气壮地扬起下巴。呀，我林旦夏可是天下第一神医，每次治病救人，事无巨细都要记录相册，这叫医者严谨。我一边说，一边冷笑着看向面色铁青的萧铎，以及旁边已经惊呆了的2个前夫。你们听好了，我举着手里的册子，开始了我的终极黑吃黑谈判。这本绝密医案，我已经让手下抄录了整整100份，分别放在了江南各大钱庄的死档里。只要我今天被迫离开了这座客栈，或者你们3个谁把谁给弄死，我只要超过3天没有去续存，那些当铺掌柜就会把这册子立刻印发成画本子，送给全天下的说书先生和朝野百官。大唐再次死寂，这是一张真正的王炸。堂堂大楚摄政王，权倾朝野的铁血暴君，被人锁在地下室当了解药，连床上那点细节都被记录在案。这东西要是流传出去，萧铎这辈子都不用做人了，皇家的脸面也会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果然，萧铎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他死死盯着我，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林半夏，算你狠！承让，承让。我见好就收，把册子塞回被窝里，然后转头看向霍林和燕青瓷。还有你们俩，不管咱们以前结过几次婚，拜过几次堂，那都是过去式了。我现在不想跟你们任何人走，这客栈是我的心血，我要留在这里当我的老板娘。如果你们非要跟我纠缠，我叹了口气，那大家就都在这客栈里耗着吧。反正这客栈客房多的是，你们要住按天交房费，1两银子都不能少。互相拿捏死穴，谁也别想全身而退。一场惊天动地的修罗场抢人大战，硬生生被我用一本社死医案强行按下了暂停键。最终，3个处于权力与武力巅峰的男人，谁也没有退让半步，但也谁都没敢强行把我带走。他们如同3尊门神一样，在这家小小的温泉山庄里极其诡异地住了下来。而这才是我噩梦的真正开始。当天深夜，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忽然感觉床帐被人轻轻挑开了，一阵极其熟悉的带着冷冽檀香的气息，无声无息地钻进了我的被窝。一双冰冷的大手极其强势地揽住了我的腰，我吓得猛地睁开眼，浑身汗毛倒竖。谁？你说呢？黑暗中，男人低哑冷冽的嗓音带着一丝咬牙切齿的意味，那双在黑夜中依然极具压迫感的丹凤眼微微眯起，萧铎修长冰冷的手指已经熟练地掐住了我的后颈皮。摄政王殿下，我吓得一动不敢动。这大半夜的，您放着天字1号房不睡，跑来翻我这老板娘的窗户，传出去怕是有损您千古一帝的清誉啊！萧铎冷笑一声，姑的清誉早在地下室就被你毁得一干二净了。少废话，把那本医案交出来，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原来是为了销毁罪证。我刚想把放在枕头底下的保命符塞进亵衣里，就听见头顶的屋瓦传来咔嚓一声。萧铎，你个伪君子，给老子滚出来！伴随着霍林震耳欲聋的怒吼，轰隆一声，我卧房的屋顶竟然被人硬生生用重剑劈开了一个大洞。皎洁的月光混杂着瓦砾灰尘倾泻而下，霍林提着剑从天而降，双眼猩红地盯着压在我床榻边缘的萧铎。我还没来得及尖叫，卧房的门被人极其文雅地敲了3下。夏夏，你歇下了吗？门外传来燕青瓷温润却透着丝丝寒意的声音。我听见你房里有野猫的动静，怕你受惊，特意命人熬了安神汤。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卧房那扇可怜的木门被飞鱼服内卫直接踹开，燕青瓷坐在轮椅上，被人抬了进来。月光下，屋顶漏风，大门洞开，我衣衫不整地缩在床角，床边坐着面色铁青的摄政王，床前站着提剑杀气腾腾的武林盟主，门口堵着似笑非笑的当朝首辅。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都给我滚出去！我抄起枕头，老娘要睡觉，谁再敢踏进这屋子半步，我明天就把医案抄起出去。凭借着议案核武器的威慑力，我总算是保住了一个晚上的清静。但我万万没想到，这3个站在大楚权力与武力巅峰的男人，既然不能强行弄死对方把我带走，竟然极其默契地开始了令人发指的难得内卷。第2天清晨，我是被一阵极其规律且震撼的劈柴声吵醒的。我顶着2个黑眼圈推开窗户，下巴差点掉在地上，简直不敢相信后院里堂堂武林盟主霍林，他手里拿着那把饮血无数、削铁如泥的绝世神兵破阵重剑，正在极其认真地劈柴。那剑气纵横，一剑下去，木柴被劈得整整齐齐，连长短粗细都一模一样。上柜的顺子端着一盆洗脸水，哆哆嗦嗦地站在我身后。那位霍大侠天没亮就把后厨的活全干了，
他还说您昨晚大夫诊断身体亏空，他特意去后山猎了一头野猪，给您炖了10全大补腰花汤，说要给您好好补补身子。我脚下一个踉跄，那是大夫胡说八道的。霍灵，你这个没脑子的莽夫，你非要闹得全山庄都知道，我在这方面透支了吗？我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正准备去后院制止霍灵丢人现眼，却在大堂的柜台前硬生生停住了脚步。柜台后，燕青瓷穿着一身极其素雅的青衫，鸦羽般的长发用一根玉簪挽起。她坐在那把紫檀木轮椅上，正一手拨弄着我的金算盘，一手拿着朱砂笔在账本上圈圈画画。见我下楼，燕青瓷抬起那双含情脉脉的眸子，极其自然地递过来一杯温度刚好的明前龙井。夏夏行了，先喝口茶润润嗓子。我刚才替你查了一遍这3个月的账目，那3个管事手脚不干净，贪没了你4000两银子。我已经让那位把他们扔进地牢了。至于这4000两的亏空，我用首府的私账替你补上了。说着，他极其优雅地从袖子里掏出一沓厚厚的大额银票。我的身家性命，早在1年前成婚时就交给你了。夏夏放心，只要有我在一日，这客栈的账面绝不会短缺半文钱。我看着那一沓足以在京城买下整条街的银票，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该死，这种直接砸钱还顺带帮忙清理门户的绿茶霸道手段，简直精准踩在了我这个财迷的死穴上。燕青瓷，你别以为拿点臭钱就能收买他。霍灵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腰花汤从后厨大步走出来，狠狠地把汤碗往桌上一顿。夏夏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连武林盟主的金印都拿去垫过桌脚。他最看重的是真心，是我这副能日夜保护他的强壮体魄。不像某些人，风一吹就倒，连满足夏夏的基本需求都做不到。燕青瓷苍白的脸颊瞬间浮起一抹愠怒的薄红，剧烈的咳嗽起来。救命！这车速怎么突然就飙起来了？满足基本需求。一道冷厉如冰、带着极强穿透力的嗓音从大门外传来，2列飞鱼府锦衣卫迅速让开一条道。萧铎一身玄色暗金蟒袍，极其强势地跨入大堂。他看都没看霍灵和燕青瓷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他高大的身躯极具压迫感，微微俯身。论起体魄和需求，林半夏，姑在地下室陪你玩了半个月的铁链，你对姑的身体到底满不满意？我头皮一炸，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这死变态，这种事是可以拿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攀比的吗？萧铎看着我瞬间爆红的脸，眼底划过一丝极其恶劣的愉悦。他直起身，传姑的口谕，江南地院有贪腐重犯逃逃至此，为查明真相，即日起这座客栈被锦衣卫全权征用，任何人不得进出，违者杀无赦。萧铎，你敢公报私仇？霍灵重剑一横，摄政王好大的官威啊！燕青瓷冷笑连连。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温泉山庄彻底变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雄竞修罗场。霍灵负责我的饮食起居，每天变着法子给我炖各种稀奇古怪的大补汤。不仅如此，他还非要在院子里教我练剑，顺便极其心机的贴身指导，疯狂散发男性的荷尔蒙。燕青瓷则走起了高端情绪价值路线，他每天晚上在我院子里弹琴吹箫，用那极其好听的嗓音给我念一些才子佳人的话本。只要我稍微多看霍灵一眼，他就会极其虚弱的捂着胸口吐血，逼得我不得不去给他把脉顺气。而那位高高在上的摄政王萧铎，更是仗着锦衣卫封锁了山庄，无孔不入。我在账房对账，他能直接把我抵在门板上索要名分；我去酒窖拿酒，他能突然从暗处冒出来，用他那半截没摘下来的玄铁链把我圈在怀里，逼着我叫他在水牢里，逼我喊的那些羞耻称呼。我快要疯了！我明明是一个自由自在、坐拥金山银山的富婆，为什么现在活得像个被3个阎王轮流压榨的囚犯？到了第7天晚上，我忍无可忍，我把他们3个全都叫到了客栈的大堂里，重重地拍响了惊堂木。那是燕青瓷给我买来砸核桃的。够了，今晚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我站在长条桌前，看着面前这3个容貌绝世、气场恐怖的疯批，深吸了一口气。听着，我承认我以前扎过你们，但我这个人生性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我咬了咬牙，闭着眼睛大喊：小孩子才做选择，既然你们都不肯走，那我们只能约法3章。So， 我的话还没说完，一道极其凌厉的破空声骤然响起，一支淬了剧毒的金刚袖剑极其突兀地射穿了客栈的窗棂，擦着我的脸颊飞过，铮的一声死死定在了我身后的柱子上。剑尾的灵羽还在疯狂震颤，大堂里的烛火在一瞬间被人用极其浑厚的内力全部震灭。黑暗中，空气里的温度骤降至冰点，浓郁的杀气如潮水般从4面8方涌来。有刺客！黑暗中，3个男人的声音极其默契的同时响起。下一秒，我感觉腰间一紧，整个人被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猛地拽入了一个坚硬宽阔的胸膛。黑暗中，那股冷冽的檀香瞬间包裹了我。萧铎的一只铁臂死死勒住我的腰，极其霸道地将我护在胸前。几乎是同一时间，的一声巨响，霍灵那把宽阔的重剑犹如一面铜墙铁壁，狠狠砸在我们面前，将10几枚淬毒的暗器尽数挡下。火花四溅中，我借着微弱的光芒，看清了从4面8方破窗而入的黑衣刺客，足足有上百号人，清一色的死尸装扮，手里的兵刃泛着幽蓝的毒光。留活口！杀了摄政王，
主子重重有赏。领头的刺客嘶哑着嗓子怒吼，我心里疯狂骂娘，萧铎这个扫把星，他微服私访查江南贪腐案，惹了地头蛇，结果这帮杀千刀的刺客竟然把我的温泉山庄当成了主战场。就凭你们这群臭鱼烂虾，也敢动姑的人？萧铎冷笑一声，极其嫌弃地将我往身后一塞，顺手解下了手腕上那半截沉重的玄铁链。只听呼的一声恐怖破空声，玄铁链在他手中间化作了最致命的软鞭，瞬间将扑上来的3名刺客连人带刀抽成了2截。这男人的杀法果决，比他在地下室发狂时还要恐怖100倍。萧铎，你护好他，外围交给我。霍林暴喝一声，犹如一头发狂的猛虎冲入敌阵。他那把破阵重剑简直就是个人形绞肉机，剑气所过之处，刺客们如同被割倒的麦子般齐刷刷倒下。一群莽夫！一声极其轻柔的冷嗤从大堂角落传来。燕青瓷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最安全的死角，他端坐在轮椅上，哪怕是在这种修罗场里，他依然保持着首府大人的优雅。他苍白修长的手指轻轻扣动轮椅扶手上的机关，嗖嗖嗖，无数道细如牛毛的毒针从大堂四周的横梁上呈无死角散射而出。那是他这几天在客栈里暗中不下的机关。前排的几10名刺客甚至没发出一声惨叫，便浑身发黑的倒了下去。我缩在柜台后面，手里捏着2把见血封喉的毒粉，整个人都看傻了。这群来暗杀的死士到底造了什么孽，非要挑这3个活阎王聚首的日子来撞枪口？夏夏别怕。燕青瓷一边咳着血，一边极其温柔地安抚我。闭上眼睛，很快就结束了。闭什么眼睛？往左躲！我厉声尖叫，燕青瓷头顶的一块横梁突然炸裂，2名隐藏极深的顶尖杀手犹如鬼魅般从天而降，直取他的天灵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滚开！霍林猛地一脚踹飞面前的敌人，重剑脱手而出，直接将半空中的1名杀手钉死在墙上。但另1名杀手的刀尖已经逼近了燕青瓷的咽喉，冥顽不灵。萧铎身形一闪，宛如缩地成寸般出现在燕青瓷身前，徒手一把攥住了那把削铁如泥的利刃。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另一只手反握玄铁链，直接绞断了那名杀手的脖子。我惊呆了，他们3个不是恨不得互挖祖坟，把对方千刀万剐吗？为什么在生死关头，这几个疯批竟然会毫无芥蒂的互相把后背交给对方？看什么看？毒粉给我！霍林赤手空拳地退回来，冲我吼道。我如梦初醒，立刻将手里特制的软骨伞扔给他和萧铎。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在不到半炷香的时间里彻底结束。大堂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满地狼藉。我的极品紫檀木家具，上好的青瓷茶具全都被砸了个稀巴烂。我心痛的简直在滴血，我的钱，我的心血。飞鱼府内卫和首府府的暗卫开始熟练的清理尸体，而那3个男人此刻正站在一片废墟之中。他们3个同时转过头，极其默契的将目光锁定在正准备悄悄溜回2楼的我身上。跑什么？萧铎随手撕下一截锦缎，缠住流血的手掌，迈开长腿一步步朝我逼近。霍林一把捞起地上的重剑，堵住了楼梯的另一侧。燕青瓷转动轮椅，极其精准地卡住了我的退路。刚才刺客来之前，夏夏好像有句话没说完。霍林也逼近了一步。你说小孩子才做选择，然后呢？你打算约法什么3章？萧铎直接伸手，极其霸道地捏住了我的后颈。林半夏，今晚可是姑救了你的命。说吧，姑武林盟主，当朝首辅，你到底打算选谁？我看着他们3个，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我咽了一口唾沫，干脆把心一横，破罐子破摔。我刚才说，既然大家都不肯走，这山庄也不差你们3双筷子。但是我的山庄今晚被砸成这样，全是因为你们惹来的刺客。从明天起，你们3个全都给我在这山庄里打工还债！打工还债！大堂内满地的断壁残垣中，3个权倾天下、武力值爆表的男人，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萧铎气急反笑，他随手将那条沾满血迹的玄铁链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巨响。他一步跨到我面前，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脸颊，咬牙切齿：林半夏，你脑子是被刚才的毒针射穿了吗？姑堂堂大主摄政王，你让姑给你当跑堂的？燕青瓷也停止了拨弄佛珠的动作，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极其复杂的神色，似笑非笑。夏夏，首府府的库房钥匙都在你手里，这点修缮费我出双倍便是，何必闹这种笑话？双倍算什么？老子出10倍！霍林一把拨开萧铎的手。夏夏别理他们，明天我就让人把武林盟的金库搬空，给你盖一座全江南最奢华的宫殿。闭嘴！都给我闭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你们惹来的刺客砸了我的场子，败坏了我客栈绝对安全的名声。你们以为拿钱就能摆平我受伤的心灵吗？我深吸一口气，从袖子里掏出那本厚厚的绝密议案复制本，在他们面前晃了晃。这是合同，也是卖身契。今天晚上你们要么签了这份用工协议，留在我客栈里任劳任怨打工1年，要么我现在就卷铺盖走人，顺便把你们3位的风流论史编成18段评书，让全天下的茶馆明天早上就开场。到时候摄政王地下室被踩步，当朝首辅为爱作小，
武林明主争风吃醋的戏码一起上演，大家干脆一起身败名裂，谁也别想好过。死寂，死一般的寂静。三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死死盯着我手里那本核武器，脸色变幻莫测。他们不是拿不出钱，也不是杀不了我，他们只是谁也无法承受一案泄露的社死后果，更无法忍受自己一旦退让，就会让另外2个情敌捷足先登。这就是男人的劣根性，只要卷起来了，谁也不愿意当那个输家。最先妥协的竟然是萧铎，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双狭长的丹凤眼里翻涌着极其危险的暗芒和一丝病态的妥协。他骨节分明的手指毫不犹豫地划破掌心，在那份极其荒唐的用功协议上按下了血手印。顾谦，萧铎低哑的声音里带着令人胆寒的执念。林半夏这1年，姑倒要看看你能把姑使唤成什么样。若是姑不满意，新仇旧恨，姑要在床榻上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摄政王一签，另外2个瞬间炸毛了。萧铎，你简直不要脸！燕青瓷苍白着脸，剧烈的咳了2声，眼底满是狠戾，却动作极快的咬破指尖，也按下了手印。夏夏是我的明媒正娶，哪怕是当杂役，我也必须是她的贴身丈夫。你们这群阴险小人！霍林气得直跳脚，一把抢过协议，用沾着刺客鲜血的手重重拍下一个巨大的血手印。老子武力天下第一，自然是山庄的第一护院。谁敢跟我抢贴身保护夏夏的差事，老子劈了他！看着3份鲜红的卖身契，我满意的将协议揣进怀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稳了，江南最大的保护伞，最牛的精算师，最强的打手，全都被我用极其流氓的手段硬生生绑定在了这家客栈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1年过去了，我的客栈如今已经成了整个大楚国最神秘、最安全，也最令人趋之若鹜的顶级销金窟。为什么？因为山庄的护院五头是天天光着膀子在后院劈柴，顺便把所有赶来闹事的地痞流氓砍成猪头的武林盟主霍林，那身材那剑气，引得无数江湖侠女天天来山庄包月常住，就为了看他练剑。山庄的账房先生是算无一策，能把1文钱掰成8瓣花的当朝首辅燕青瓷。他极其擅长用他那张病弱惹人怜的脸，在谈生意时疯狂压价，顺便用首辅的权势把江南商会的刺头治得服服帖帖。至于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摄政王萧铎，他以巡查江南严政为由，直接把锦衣卫的江南指挥使司搬到了我客栈的隔壁。他白天处理朝政，晚上就极其熟练的翻窗进我的天字1号房。林半夏，姑今天的政务处理完了，现在该轮到你来处理姑。而我作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万恶的资本家老板娘，每天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端水。霍林刚给我端来10全大补汤，燕青瓷立刻就会捂着胸口倒在我怀里装晕求顺气，萧铎则冷笑着站在门口，用摄政王的威压将他们赶走，然后强势宣布今晚他的复诊时间到了。他们3个互相看不顺眼，每天明争暗斗，疯狂内卷难得。但极其诡异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修罗场中，他们似乎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谁也无法独占我，谁也无法离开我。这天除夕夜，山庄挂满了红灯笼，外面大雪纷飞。我懒洋洋的斜倚在暖阁的榻上，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果酒。暖阁的门被推开，3个穿着极其华贵、气场各自巅峰的男人同时走了进来。3人极其默契地走到我面前，将我围在中间。夏夏，燕青瓷率先开口：1年的契约已满，这首辅夫人的位置，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坐回去？你休想！霍林一把挤开燕青瓷，要复婚也是先跟我复婚。武林盟主夫人的金印我都给你打好了。萧铎冷嗤一声，极其强势地将我从霍林手里拉过来，揽入他宽阔的怀抱，那双丹凤眼死死锁住我。他连姑的狂化骨都能解，连姑的命脉都捏在手里，除了东宫太子妃，他哪里也不去。看着眼前这3个为了一个名分几乎又要拔刀相向的极品疯批，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轻轻推开萧铎的胸膛，极其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儿？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转身冲他们极其无辜地眨了眨眼。我什么时候说过契约到期了就要选一个成亲的？3人同时愣住。我走回去，极其渣女地拍了拍他们3个人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林半夏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热爱自由，顺便有点贪财好色的客栈老板娘。你们问我到底选谁？我迎着他们极其危险震惊又带着一丝认命的目光，极其坦荡且不要脸地宣布了我的终极答案。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就是心软。我的心就像一块玻璃，不小心摔碎成了3瓣，只是恰好每一半都装下了你们其中一个而已。如果非要我选择一个人的话，你选谁？我狡黠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当然是选择……你快说啊，你到底选谁？